我修了300年的无情道，却见一个爱一个。清冷佛子，冷酷师尊，高冷师兄，邪魅魔修，可他们都对我无益，所以我决定不委屈自己，半路出家去了合欢宗。正准备与人双修时，却被佛子从铺满红幔的床榻上扯了下来，下一秒便对上了4双充满寒意的眸子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师兄是我爱上的第3个男人。我同他表明心意的时候，师尊就站在我身后。当我羞红着脸将自己绣了3日的荷包递给师兄时，他只是冷着一张脸说道：“师妹该将心思放在修行上，而非男女私情。”闻言，我将荷包收回。你不要，我还得留着送给下一个呢。绣荷包可是个功夫活。知道了，师兄。我转身就走，却看到站在我身后黑着一张脸的师尊。他的视线看向我手中的荷包，我有些不自然地将拿着荷包的手往后藏了藏，因为前2天我刚拿着这个荷包和师尊表明了心意，现在又拿来送给师兄，还被师尊当场看见，多少有些尴尬。青武，你若是再如此行事，师门便容不下你了。师尊的嗓音淡淡，我却心下一颤。若是被赶出师门，我就无法日日见到师尊和师兄了。吃不到，能日日见到也是好的。膝盖一软，我就跪了下去，带着哭腔：“师尊，徒儿不敢了，不要赶走徒。”师尊的脸上流露出一丝动容，这次便罢了，将荷包给我。我不情愿地将已经经过3人之手的荷包给了师尊。下一秒，师尊手中灵力微动，那耗费我3个日夜心血的荷包便碎成了齑粉。算了，我再绣一个就是。师兄是第3个拒绝我的男人，第1个是隔壁佛门的清冷佛子。我修了300年的无情道，却在看他的第1眼便乱了道心，一心只想将这个男人收入囊中。可他只是个不解风情的和尚。我穿着薄纱在灵泉中勾引他时，分明看到他那光秃秃的脑袋都染上了淡粉色，他却紧闭双眼，双手合十：“清武仙子请自重。”如此模样倒惹得我更加春心荡漾，不断地往他身边凑，若即若离。我能清晰地感受到无念的呼吸变得急促，睫毛也在微微颤抖。你不如从了我。我趴在他耳边轻声说道：“阿弥陀佛。”留下这句话后，他便逃似的离开了这里。泉水打湿了他的法衣，紧紧贴在他身上，隐隐露出8块腹肌和清晰的人鱼线，让我念念不忘了好几日。我将此事说给山脚下酒肆的老板娘听，她闻言哈哈大笑：“小仙子，你如此行事，倒不如来我合欢宗。”我猛灌了一口酒，可我已经有了师门。被师兄拒绝后，我又一次来了这家酒肆。刚进门，老板娘就迎了上来：“小仙子又被拒了。”我垮着张脸，点了点头。老板娘遣走了客人，提着一壶酒来到我面前：“你若是入了我合欢宗，天底下没有任何男人能拒绝你。”老板娘伸出涂着红色扣丹、白白皙修长的手指，抬起了我的下巴。我看着老板娘的眼睛，心里微微一动。完了，我好像也喜欢上老板娘了。下一秒却又清醒了过来。你看，这便是我合欢宗秘法的魅力。怎么办？有些心动。可我不能背叛师尊，背叛师门。当初入门时我还是个半大孩童，师尊说他此生只会有我一个徒弟。我摇了摇头。老板娘似乎看出了我的动摇，她笑了笑：“小仙子，不久后你还会来找我的。”回到宗门时，我看到了一袭白衣染血的师尊站在药封前，我的心狠狠一颤。师尊受伤了，可他已经是大乘7修为，这世界上能伤他的再无几人。师尊，你受伤了。师尊看了我一眼，摇了摇头，眼神里却满是担忧。这时我才察觉，师尊虽然满身鲜血，但全身没有一处伤痕，那受伤的便另有其人了。正巧此时，药封的长老走了出来：“多亏你用灵力护住了他的心脉，否则就算是金仙在世也无能为力了。”师尊这时才松了一口气：“青武，你先回去，莫要在这里添乱。”我怔怔地看着师尊，我明明只是站在这里，怎么就添乱了？师尊快步走进屋内时，我拉住了药封的长老：“里面的人是谁？”一个凡人女子，据说救了黎彻一命，
是宗门的恩人啊。师尊早已大成，世界上能伤他的人本就无几，一个凡人女子该如何救他？带着疑虑，我回到了自己的洞府。修为已经荒废许久，无情道终究是不适合我。我独自在洞府修炼了许多日，却再也找不到第一次修习无情道时的感觉。走出洞府，我直奔师尊的殿内。师尊，殿内无人，我往院中走去，却看见师尊与一女子在梨树下对弈。师尊看向那女子的眼神是我从未见过的，他看向我时向来是严厉、失望，从未有过如此温柔的眼神。我出声打断这刺眼的氛围。师尊，他是谁？师尊抬眼看向我，轻无不可无礼，他是我的救命恩人江婉。这便是那个凡人女子。她扭过头看向我，微微一笑。轻无在此谢过婉儿小姐救命之恩。我行了个礼，然后跑到师尊身边。这是我的徒儿轻无，也是你的师姐。师尊对江婉说话的语气是从未对我有过的温柔。见过师姐。江婉的声音轻柔婉转，很是动耳，我却觉得无比刺耳。我看向师尊，第一次闹了脾气，为何不告诉我？你说过此生只有我一个徒弟，不可无礼。师尊看向我的眸子里都是不满。我跪在他面前，请师尊收回成命，为师做的决定便不再收回。师尊，若是师姐不愿，我可以去其他峰，只是不能跟在师尊身边。婉儿有些害怕。我没有理会江婉儿的茶言茶语，只是固执地跪在地上。她就是太缺乏管教了，才养出了如此无法无天的性子。说完，师尊便带着江婉儿离开了这里。我跪在地上，一滴泪水悄然滑落。我还是孩童时被师尊从妖兽口中救下，从此我便缠在他身边，直到3年后他才松口收了我做弟子，并说他既然收了我，此生便只有我一个弟子。这个承诺我记了300年。我卸下全部修为，单靠肉体凡胎跪在冷硬的青石板地面上。半夜，空中飘起了雪花，雪花落在我手中，转瞬便化了。我就在此跪了3天，师尊从未来看我一眼，却在3天里给江婉办了一个盛大的拜师礼，这是我从未得到过的。第3天夜里，我靠着佩剑艰难站起了身。大师兄站在我身后，师妹，不要任性。他伸出手想扶我，却被我躲开。是他先背弃承诺的。我一瘸一拐地冒着漫天风雪下了山，将自己在师尊处学的本事一点一点散去。在意识消散前，我敲响了老板娘的门。醒来时，满身的冷意尽数消散，鼻尖充斥着女子屋中甜腻的馨香。我想起身，刚有动作，浑身便一阵剧痛传来。老板娘的声音从床幔外传来：先别动，你的双腿几近残废，要好好休养。我低头看了看快要没有知觉的双腿，记忆渐渐回笼。老板娘，我想练合欢宗的功法。老板娘笑了，300年的道法说废就废，小仙子你对自己真狠。300年来，我为了不在师尊的眼中看到失望，日夜苦修，吃过的苦比自废修为难熬多了。脑海中不由得浮现师尊望向江婉儿时的神情，不禁苦笑。我的300年竟比不过那人几日。伤好后，我就留在了酒肆，平日里帮着老板娘招待客人，再顺便修习新的功法。我来到这里的第3个月，修为已经达到我修炼无情道的第300年，就连老板娘也夸我天纵奇才。每当这时，我都会笑得腼腆，然后期待地问：那我何时能与人双修？可遇到了令你心动之人？我摇了摇头，在酒肆的这段时日，我见过不少容貌艳绝、修为高深之人，却再没有令我心动的感觉。那便再等等。我疑惑，为何要等到心动之人？合欢宗与人双修的功法还需要这个条件吗？老板娘朝我招了招手，凑到我耳边说道：双修说到底不过是男女之事，自然要挑选自己欢喜之人，这样的双修才有乐趣呢。我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。只是可惜，近些日子我再也没有动过凡心。直到那日，我见到了穿着一袭红衣的魔修泽安，他后面跟着的正是佛子无念。我的心又久违地跳动起来。见到我时，无念不自然地撇过头去，假装不认识我。上酒，
红衣男子朝屋内喊道。我提着2坛店里最烈的酒送了上去，见到我迎了上来，吴念满脸的不自然，眼神躲闪，让人觉得我与他之间似乎有着见不得人的关系。可我明明只在灵泉之中朝他表明过心意罢了。他不同意，我也就作罢。我今日的目标则是坐在吴念对面的红衣男子。我将酒放在桌子上，拿起酒杯为他满上。近些日子修炼合欢宗的功法小有所成，却一直没有机会对人使用。到酒时便不自觉地使用了上次老板娘朝我使的那招。我看见红衣男子的眼神逐渐变得痴迷，心中有些得意。这合欢宗的功法果然好使。下一秒我就被一双大手用力拉开，不由得惊呼一声。我被吴念用力拽着来到后院，他才松手。你是剑宗弟子，如何能习得这些魅惑妖术？我却满眼不解，你能与魔修同桌共饮，为何说我修的是魅惑妖术？我已不是剑宗弟子。我冷声说道。离开3月余，师尊从未传音来问我的宗训，反而将收江婉儿为关门弟子之事昭告天下。我早已不愿意再做他的弟子，本就是我求来的，现在我不愿意要了。吴念看着我，不由得微微瞪大了眼睛。你可知道叛出师门乃是大罪？我无所谓地点了点头。剑宗已无我在意之人，若有一天黎彻提剑来我面前问罪，我也会提剑迎上，用尽全力。你别将我在此处的事告诉剑宗，否则我便将你在灵泉中看了我的身子一事告诉天下人。吴念又涨红了脸，贫僧不是碎嘴之人，只是你在此处的消息不用我说，也瞒不了多久。见他向来清冷无欲的脸上泛起薄红，我有些罪恶的想法，却又忍住，在心中默念了几句阿弥陀佛。心中莫名其妙多了些道德感，还是不要打出家人的主意了。可是将清冷佛子拉下神坛真的很诱人，我没忍住咽了咽口水。吴念似乎注意到了，立刻摆出一副避我如蛇蝎的模样。就在这时，与吴念同行的红衣男子找了过来，他语调慵懒，带着调笑。吴念大师离开这么久，原来是在私会小情人啊。新的目标来了，我自然先转移了自己放在吴念身上的注意力。莫要胡说，这是剑宗。吴念的话说到一半，突然噤了声，应是想到了我已叛出了师门。仙子是剑宗之人。我走到他身边，笑得魅惑，我可不是剑宗的仙子。泽安擒住我在他胸口作乱的手，我装作吃痛的惊呼一声，弄疼我了。你这做派倒与我邪修一脉相似。泽安浅浅笑着，在我眼里却愈发觉得他勾人。回过神来，才惊觉自己也着了道。他看向我时也运了功法，和先前我对他使的一模一样。感情之前他眼中的痴迷都是装出来哄我的。技不如人，我有些恼怒，转身离开了这里。吴念与泽安今晚宿在了94的客房。老板娘看到我失魂的模样，不禁摇了摇头。你在合欢宗功法上的天赋确实千年难遇，可你勾引男人的本事实在是太差了。我喝了杯闷酒，回到房间后想到了下午吴念同我说过，此次他们前来剑宗是为了100年一次的宗门大比，而泽安代表邪修一脉前来参加，也是为了表示邪修一脉与正派暂时休战，和平共处。而此次大比的最大噱头就是黎彻收的关门弟子，据说入门不过3月，已经筑基期圆满，是剑宗千年难遇的天才。而黎彻的上一个弟子300年才金丹期，虽说在寻常修士中也算天赋不错，不过师从黎彻这点天赋就不够看了。我看着自己养得修长白皙的双手，早已经没有了之前剑修的模样。早知道天底下有这么适合自己的功法，就不在剑宗白白浪费300年了。离开剑宗，从炼气到金丹，只用了3个月。我怎么不算天才呢？许是那杯酒喝得有些猛，我的脑袋现在晕乎乎的，脑海中又不禁浮现出泽安那张近乎妖孽的脸。还是忘不了啊，这件一个爱一个的毛病什么时候能改掉？老板娘说我这并不是对这些男人动了心思，而是单纯的好色。想着想着，再回过神来，自己已经到了泽安门口。我抬手敲响了他的房门。泽安开门时，仅仅披了一件红色的外衣。他刚在沐浴，
水珠顺着发梢滴入胸口，划过腹肌、人鱼线，再往下看，双眼却被一双带着热气的大手盖住。小气，我小声嘟囔道。姑娘，你是色鬼投胎啊？虽然我自认脸皮厚，可被自己心动的对象这样说，我也不禁羞红了脸。青梧姑娘，别费力气了，我对你这款的没兴趣。又被拒绝了。我是得罪了月老吗？一条红线也不给我牵。那你喜欢哪一款的呢？我继续追问道。纯看感觉。泽安说道。你真该死啊！见我脸色难看，泽安轻笑了一声，我修的乃是魔道，你与我双修弊大于利，赶快歇了这些心思吧。我对你一见钟情，并不是为了与你双修增长修为。老板娘今日这酒劲实在是大。渐渐的，我看向泽安的眼神逐渐涣散。3个脑袋的泽安我也喜欢。不知怎地，这句心里话竟然被我说出了口。恍惚间，我似乎听到他轻笑一声，你这样死缠烂打是追不到男子的，你得欲擒故纵。湿热的气息喷洒在我耳边，让我浑身战栗。下一秒，我被他打横抱起，一瞬间的失重感让我无意识地环住了他的脖子。泽安送我回房间的路上，遇到了吴念。鼻尖嗅到那一抹独特的檀香时，我不禁伸手拉住了吴念的衣袖。好香，气氛似乎在这一刻凝滞。你们也有一腿？泽安出声问道。而吴念看向我的眼神复杂，最后也只是伸出手，将我扯住他衣袖的手拿开。吴念的手和泽安不同，他的手很冰，如同埋藏在地底万年的寒玉，冰冷细腻。在老板娘的帮助下，回忆起这些的时候，我羞得满脸通红。老板娘看到我羞红了脸的模样，笑着说：“你还得练，脸皮太薄了。”我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。这几日我一直围绕在泽安与吴念身边，心动实在是难以忽视。我将饭菜放在吴念和泽安面前的桌子上后，朝他们露出我昨晚练了一个晚上的微笑。转身离开时，却听到一道轻柔的声音：“师姐。”这声音我很耳熟，是姜婉。我回头看去，果然是他，只是他身后还跟着2个我此刻最不想见到的人，黎彻和纪怀年。他们见到我的那一刻，丝毫没有惊讶，只是淡淡瞥了我一眼。倒是姜婉走上前挽住了我的胳膊：“师姐怎么来了94当店小二？我为何离开，她似乎比很多人都清楚。”我甩开了她的手，因为我判出师门了。姜婉似乎没想到我会这么坦白，有一瞬间的怔愣。冷冷地丢下这句话后，我转身离开了前厅。这些人我一个都不想再见到。只是没想到我在后院无聊地玩蚂蚁时，纪怀年走了过来，站在我身后。宗门大比在即，婉儿师妹说想出来走走，没想到在这里碰到你。师妹，3个月再大的气也该消了，别再任性了。任性？在他们眼中，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任性。你已经不是我师兄了，我也不再是剑宗的弟子。只要你愿意，你依旧可以回到剑宗，做回我们的小师妹。不必了，这个我曾经视若珍宝的位置，现在已经无法在我的内心激起任何波澜。不属于我的，再怎么去争取，也得不到。我放下拨弄蚂蚁的木棍，准备离开这里，一转身却看见了黎彻。他冷着脸看向我，依旧是那副拒人千里之外的模样。擦身而过时，我听到他说：“青武，你何时变成了这般模样？”背弃正道，散去一身修为，只为了修炼这些魅惑妖术。我在他不远处站定，我不认为这是妖术，至少我现在过得很快乐。黎彻皱着眉头走到我身边，伸出手想探查我的灵台，却被我躲开。别动！他罕见地用不容置喙的语气和我说话，是为了查看我的身体。我在剑宗时，曾为了取佩剑，孤身入剑冢，被上百把利剑捅了个对穿，浑身是血，撑着最后一口气出来的时候，黎彻的目光却第一时间落到我身边的那柄利剑上。剑只是一柄普通的上品灵剑时，他的失望几乎要变成实质。我第一次觉得身上的痛比不过心里痛。后来他转身就走，浑然不顾只剩半条命的我。我苦涩地笑了笑，现在做出一副关心我身体的模样，是为了给谁看？黎彻强硬地查看了我的灵台，
金丹期修为的我，遇到大成修为的他，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。离彻仙尊要对我的小徒儿做什么？老板娘的声音响起，可离彻浑然不觉。他看着我，眼神复杂，有震惊，也有一丝很难察觉的难过。你同多少人双修过？我听出了他声音里轻微的颤抖。哦，原来他以为我如今的修为是同人双修的来的。忽地，心里腾升起一股恶趣味。我掰着手指说道，也就一个两个，7、8、9、10个吧。离彻的脸色瞬间白了下去。纪怀年也在此刻愣在了原地。师姐，你怎能如此堕落？江婉的声音适时地响起，她小跑着过来。师姐，世间女子的名节清白最为重要，你怎可如此自轻自贱？江婉说这话时，眼神是看向我的，可余光在不断确定离彻的神态。离彻却似没听见一般，再次抬头看向我的时候，眼尾泛着一抹红。随后他看向站在不远处的老板娘，我要杀了你！事情发展成这样，是我没想到的。老板娘却看热闹不嫌事大一般，朝我挑了挑眉，小青儿，恭喜你入门了。阁楼上还站着一红一白2个身影。我倒是说错了，死缠烂打似乎真有些作用，只是这语气怎么听都有一股浓浓的酸味。吴念无奈地叹了一口气，然后飞身而下，拦在离彻与老板娘之间。青梧姑娘并未同人双修过，贫僧可作证。至于她修为增长得如此之快，实乃合欢宗的功法与她过分契合。离彻缓缓回过头来，看向吴念问道：当真？出家人不打诳语。本来这场闹剧就该这样结束了，可没想到纪怀年此时走了过来。吴念大师腰间的香囊是何人所赠？我双眼一翻，几乎要晕过去。那是我送给他的，其实就是想在他身上留下些属于自己的东西。但美其名曰我不愿耽误你修行，可这香囊是我亲手缝制，可帮你识破合欢宗魅惑之法。其实我也不知道吴念真的会收下，他的修为是年轻一代中最高深莫测的。据说他参透了连他师父都无法参透的佛法，区区合欢宗最基础的魅惑之术，他怎么可能需要借助香囊识破？可那晚他收下了，还挂在腰间。事情的发展怎么越来越不对劲了？这时泽安也黑着一张脸从阁楼上一跃而下。你不是说这个香囊只有我有吗？哦，忘了这边也送出去一个。我在女工方面实在是没有什么天赋，只学会了绣几朵梅花，所以这2个香囊除了颜色不一样，其他方面出奇一致，就连梅花的绣样也丑得相同。师妹，这香囊是你批发的吗？纪怀年此时又站了出来，因为在不久之前我好像也给了他一个，虽然他没有收下，但在更久之前相同的香囊我也给过李彻，不过那个香囊早就在他的手下成了齑粉，现在我只要抵死不承认就行。什么香囊？吴念和泽安的香囊是我练习女工时做的，扔了浪费，正好送给他们抵御合欢宗的魅惑之法。我严肃地说道。泽安看着我一通乱扯，笑得危险。我回以微笑。吴念依旧一副清冷的模样，似乎对此不感兴趣。我继续转头看向离彻，这个在我心底早已经划清界限的人。我想，我似乎没必要和他解释。老板娘在角落里给我竖了一个大拇指。有的时候真的觉得姜婉像画本里的人物，每到关键时刻总要出来拱火。师姐，在民间，女子亲手绣的香囊只能送给亲人和挚爱，你怎可随意将香囊赠与别人，还一下赠这么多？难道你对这些人都有情不成？此话一出，我能清晰地感觉到周围的眼神不一样了。这是什么修罗场？我有些应付不来了。离彻又从怀中掏出一个香囊，看着上面歪歪扭扭的梅花图案，就知道这个香囊也是出自我的手。可这枚香囊不是早就在他的手下碎成齑粉了吗？青武，你的香囊我还收着，若是你愿意回头，你依旧是我的徒弟。我不理解如今的情况，离彻怎么还能说出这句话？现在他是我的徒弟了。角落里的老板娘大声喊道。不愿意，婉拒谢谢。我丢下这句话，头也不回地逃离了这里。我需要一些时间缓一缓。晚些时候
我的房门被敲响，推开门是纪怀年。师妹，你今日的做法实在是不妥，你毕竟身为女子，婉儿师妹说的没错，作为女子。我头疼地打断了她的话，你想说什么？纪怀年沉默了几秒才开口，师妹，那香囊可还有吗？没有。话音落下，我利落地关上门。一个两个的，都疯了。合欢宗的功法这么厉害吗？第二天，天刚蒙蒙亮的时候，我就背着我的小包裹溜出了酒肆。我需要暂时避一避。翻过围墙，却看到江婉正站在那里。我喜欢黎彻。他看着我说道。我无所谓地点了点头。没事，我之前也喜欢，祝你成功。江婉对着我露出一抹笑容，可他现在心里装的是你。天亮得很快，我不愿与他纠缠，要是被发现我就跑不掉了。酒肆里住的4个男人，个个修为都在我之上。往南走，那里有个人在等你。离开前，江婉突然说出了这句话。虽然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说出这句话，但是我的脚步还是转了弯，从往东转到了南。有点好奇，是谁在等我？见到江卓的时候，我正找了一间客栈落脚。推门而入的时候，客栈内的人齐刷刷地看向我，都是一群身着盔甲的士兵。他们将一个穿着银色盔甲的男人围在中心。男人周身灵气四溢，却并不是修仙之人。我见到他的那一刻，沉寂的心脏忽地又跳动了2下。有的时候真的怪自己的不争气。我叹了一口气，还是走到男人身边。你要死了。周围的人瞬间拔出了佩剑指向我。我并没有在瞎说。他是个凡人，却有着充盈的灵力。凡人之躯并不能承受如此磅礴的灵力，他就要被撑死了。我能救他。我放下这句话后，男人微微睁开了双眼。那双眼睛美得动人心魄，是一双冰蓝色的眸子。你有什么法子？同我双修。当着满屋的男人，我毫不害羞地说道。将军不可，这人必定是个骗子，他一定是馋你的身子。我确实是馋他的身子，可我也不是个骗子。合欢宗的功法本就是将他人的修为转换给自己，他的身体无法修炼，却又不能吸收这些灵力，若是与我双修，我便可将他的灵力转化成我自己的修为。他这样的人在修仙界便是极品炉鼎。我看着他的眼睛认真道，我没骗人。他却将一柄长剑架在了我的脖子上，语气冰冷，你是合欢宗的人。我想了想，我只是修炼了合欢宗的功法，老板娘的身份至今我还不清楚，所以我也不知道自己算不算合欢宗的人。他这样的体质定是被许多人盯上过。正想开口说话，他却一口鲜血吐了出来，随后便晕了过去。将军。他身边的人连忙将一颗药丸塞进了他的口中，可是他的身体早已经是强弩之末，这些药对他已经毫无作用了。其实不双修也行，只是会耗费些时间。我看着他的脸，最终还是选择管了这件闲事，毕竟吸了他的灵力，也能助我增长修为。请姑娘救救我们将军。他身边的人见药丸未下，也丝毫不起作用，反而他的气息愈发微弱。如今便只能赌一把。可还有空房。他们把江卓抬回了房间。见我开始脱江卓的衣物，众人都红了脸。将军守了20年的清白之身，今日就要交代在这里了吗？我无语地看了一眼说话的小兵。人都没意识了，我想上也无能为力啊。众人离去后，江卓的上衣也已经被我扒去。看着他精壮的身体，我不禁咽了咽口水。想睡。开始运功，不知道过了多久，感知到金丹又大了一圈，正满意的睁开眼，却对上了一双冰蓝色的眼睛。多谢。我笑了笑，用手指点了点他的胸口，救命之恩，不若你便用这副身体报恩吧。江卓愣了一瞬，随后耳间爬上一抹薄红。说这句话不过是逗逗他，我看上的男人无一不是从一开始便拒绝了我的。谁知他思考了一会儿，竟看着我说道，好。心脏似乎停滞了一瞬，我这是没被拒绝了。正在我沉浸在喜悦中时，床上的纱幔被掀开，我被一双有力的大手拽了出去，落入了一个带有檀香的怀抱。谁坏我好事？一转头却对上了4双充满寒意的眸子，还有一个看热闹的江娃。妈了，
一个个的都拒绝我，现在又来坏我好事。婉儿，江卓的声音传来。哥，一时间我便知道了，为何江婉让我往南走。以我好色的性子，遇到江卓这样的极品，定是要留下来纠缠他一番，然后他再带着黎彻过来，只是这也来得太是时候了。江婉，我咬牙切齿地看向他。轻吾，同为师回去。黎彻看着我说道，眼神里情绪翻涌。你已经不是我师尊了。我扭过头去。那你便同我走。一向嬉皮笑脸的泽安也冷了神色，看着我说道。纪怀年则是站在一旁，满脸落寞地看向我。只有吴念静静地看着我，一双眸子里不带任何情绪。可我朝他说道，抱歉，我不能破了你的戒。无碍，贫僧的心已经乱了。他笑得温柔，我的心却一阵刺痛。我低着头，不知道该如何面对。若说对不起，这些人中我最后悔的就是去招惹吴念。他本是天赋极高的佛子，却因我乱了心。他已与我有了肌肤之亲，我要对他负责。我看向江卓，只是摸了摸你的胸肌，便算是有了肌肤之亲吗？不管怎么样，我不能再逃避下去了。我不会和你们任何一个人走。黎彻，我们之间的师徒情谊早在你一次一次的冷漠中消失殆尽了。我不愿再与你有任何关系。黎彻红了眼，轻吾，若是那日我没有将江婉儿带回去，是不是一切都会不一样？我摇了摇头。没有如果。我跪在雪地里3天时，我散尽修为走下山时，便将你我之间的一切放下了。轻吾，你想要什么为师都可以给你，除了离开我。我只想要自由。我淡淡说道。黎彻看着我落下了一滴泪。我给你自由，你可否给我一个机会，哪怕只是留在你身边的机会？曾经高高在上的黎彻仙尊，也会为了所爱之人如此低声下气。一旁的江婉儿见黎彻这副模样，也落了泪。师尊，那我呢？你说过会护我一世。抱歉。黎彻总是轻易地将承诺说出口，可又轻易背弃。黎彻，你我之间再无可能。话已经说到了这里，再纠缠下去也没有意义。我转身离开了这里。我背上包裹，准备离开，独自浪迹天涯时，却看到吴念、泽安和江卓都站在客栈门口等我。救命之恩，当以身相许。只是边境战事不休，我不能丢下将士们，也不愿将你顾在身旁。若是你想，可随时来找我。江卓看着我说道，一双冰蓝色的眸子里满是认真。话落，他将腰间一枚玉佩递给我，我欣然接受。泽安则是一副你去哪我去哪的无赖模样，招惹了我，你便甩不掉了。既然心已乱，佛法已破，那不如换个活法。吴念看着我笑着说道。我挑了挑眉，默认了他们跟在我身边。不远处，黎彻和纪怀年看着我们离开的背影。黎彻仙尊，师父传讯，宗门大比即将开始，望我们速回。他不舍得看了许久，最后还是点了点头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